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探讨一个我认为被全球市场严重低估的区域——大洋洲。这里不只是大家印象中的度假天堂，它其实更是一座隐藏的资源宝库，甚至是地缘政治的战略最前线。在我们深入之前，我想先问问在座的各位一个问题：当你听到大洋洲这3个字，你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如果你的答案是袋鼠、珊瑚礁，或者是个完美的度假胜地，那你的想法其实就跟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投资人一模一样。但这也意味着你可能正在用一个观光客的视角，在看待一个资源跟地缘价值都极度重要的战略区域。好，所以今天的分析，我们会围绕这5个重点来展开，带大家一步一步看清楚大洋洲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重点开始。市场对大洋洲的普遍看法，说实话已经有点过时了，而且也忽略了它真正的潜力。这边的关键点是什么？就是澳洲，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资源出口国，它更像是一个中国经济周期的杠杆。当市场把整个大洋洲的资产都简化成只是看中国脸色的时候，就完全忽略了这个区域内部其实正在发生巨大的分化，还有美中战略资本涌入所带来的结构性改变。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框架来真正的理解这个地区。在这里，我把它拆解成一个3层完全不同的机会结构。这个框架是这样的：第一层是作为稳定基础的核心层，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澳洲和纽西兰；第二层是扮演成长动能的成长引擎，代表就是巴布亚纽几内亚；最后第3层是地缘价值极高的战略前沿，也就是那些太平洋岛国。记住，这每一层都有完全不同的投资逻辑。好，那核心层有什么问题呢？澳洲的问题很明显，它对中国需求的高度依赖，让它的经济很难摆脱中国景气周期的影响，这就造成了结构性的波动。那纽西兰呢，则是面临产业太过集中，还有它的人口基数不够大，限制了它在科技规模发展上的瓶颈。接着我们看到第2层的巴布亚纽几内亚，你看这个数字2倍。由法国到达尔能源集团主导的巴布亚液化天然气计划，一旦全面投产，预计能让整个国家的收入翻1倍。各位想想看，这就是那种典型的只有在边境市场才能找到的不对称的巨大增长潜力。至于第3层的太平洋岛国，它的投资逻辑就完全不一样了，重点根本不在经济，而是在地缘战略。他们刚好就位在美中海权争夺的核心路径上，所以他们的港口和基础设施就变成了大国博弈的关键筹码，战略价值可以说是极高。这就很自然地带我们进入了第3个重点，一场新的大国博弈正在这里上演，而这股力量正在为整个区域注入新的资本，并且彻底改写游戏规则。大洋洲的战略价值就体现在这些关键资源上。澳洲的锂矿是全球能源转型、电动车电池的命脉，它的铁矿是整个亚洲工业的基础，而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天然气更是直接关系到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能源安全。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美中2国截然不同的策略。美国跟他的盟友是透过像 AUKUS 这样的安全框架来强化合作，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维持区域稳定。而中国呢，则是以基础设施透资来换取资源，并且建立它的战略立足点。这场竞争最直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大量的战略资本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这个区域。既然地缘政治正在重塑大洋洲，那市场的盲点到底在哪里？换句话说，能够带来超额回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lpha， 到底藏在哪里呢？我想这句话完美地总结了问题的核心。市场的定价模型还停留在过去那种旧的商品周期框架，根本就没有把大国博弈所带来的战略资本给算进去。
具体来说，市场犯了2个根本性的错误。第一，它忽略了区域内部的巨大差异，把巴布亚纽几内亚这种高成长的边境市场跟澳洲这种成熟市场混为一谈。第二，它严重低估了由地缘政治竞争所带来的额外资本流入。好，讲了这么多分析，最后让我们从分析转向行动。这里我提供一个可行的剧本，帮助你观察局势，并且进行布局。未来有3个关键指标可以验证我们今天的论点：一、盯着巴布亚纽几内亚天然气计划的扩张进度；第二，去追踪来自美、澳和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看是不是还在持续加码；第三，观察亚洲市场对于澳洲锂矿这类关键矿产的长期需求稳不稳定。那针对不同类型的投资者，策略当然也要分层。如果你是一般投资者，可以透过澳洲的资源型 ETF 来参与。那如果你是高净值人士或机构，则可以更深入的去研究巴布亚纽几内亚上有的天然气股权，还有相关的基建公司。而对于企业的决策者来说，现在是时候提前去布局这个区域的碳权合作了。最后，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市场总是高估已知的风险，却低估未知的潜力，而真正的机会往往就藏在这2者之间的巨大认知差距里面。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